现在看看我们双鱼自己的一个个人情况啊，这边出现的是一张月亮。那么这张牌能看到，最近我们双鱼生活就不是很明朗。首先你自己心情就不太好，莫名其妙就会觉得好像忧心忡忡啊，很忧虑。那对你生活可能各个方面也不是很满意，甚至没来由的会对你的未来产生很多的这种不确定，甚至是恐惧啊。那本来我们双鱼就是一个这个心思很细腻，容易想很多的这个星座。那月亮牌在这边也是能够说明最近双鱼应该还是觉得特别受到情绪的左右啊。但是呢，我们要努力去维持自己很阳光的这种积极的状态，在面对身边人的时候呢，又怕大家去为你的状态担心，所以你就会强颜欢笑，就会特别的累啊。我们出到的这个是节制的逆位啊，那这张牌可能我们的双鱼首先需要更加调整好的是自己的状态。如果你自己都心神不宁，然后有很多难以理清楚的这种情绪想法，那能量场这么混乱，其实在感情啊，包括其他方面也会很难有突破。但这张牌就能看到啊，可能我们的双鱼最近这个自己的心思也不怎么在脱单上面啊，应该会有比如说这种工作啊等等事情让你去忙。那么我们来看一看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啊？首先在原因这边呢，我们出现的是一张权杖的侍从啊。那这个牌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们的双鱼不是那么主动的一个人，你在感情上面比较的被动，同时对自己其实不是那么有信心，你对感情也不会那么的有信心和有期待了。我觉得你心里好像是相信爱情的，但是如果真的让你去表达自己或者追求爱情的话，你就会有点怂，而且是一个左右为难的状态啊。再加上本来我们双鱼最近就是这样一个能量场很混乱的很低的一个状态，所以看上去就是丧丧的样子。那么过去对于我们双鱼的影响，这边出现了一张死神牌，那我会觉得双鱼应该是经历了比较重大的事件哦，才会出现。首先我们前面这个月亮，然后现在的这个死神，可能是你刚刚走出一段情伤，或者说生活上面遇到了一些重创，比如说家里有谁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等等啊，导致你们现在就是被迫必须要去成熟起来，要长大和面对一些你可能一时半会没有办法去接受，也不愿意去接受的事情。所以现在呢，你是在一个状态的调整期，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心思去放在新的一段感情上，然后也需要更加的去整理自己。那么在环境这边呢，出现的是一张愚人牌啊。其实我觉得身边人没有给到你太大的压力啦，而且你身边应该也会有很多这种自由惯了的朋友，要么就是因为年纪还很小，不需要愁感情方面的事情，要么就是可能都很贪玩，不想定下来，所以你也不会特别的在脱单这件事情上面焦虑。其实我觉得对于感情啊，你们的态度就是还没有放得很端正。也许过去受到的这些伤害哦，让你开始有点不太敢看重感情哦，还是觉得可能抱着轻松一点玩一玩的态度，不要抱太的期待，只要开心享受当下，那可能会好一点，之后也不会太受伤害。所以这种态度呢，也不太能够帮助到你们真的去碰到一个很认真、很值得付出的感情啊。那么在短期的结果这边，我们看到是一张权杖4啊。那其实从这张牌呢，能看到啊，未来还是蛮值得去期待的。我相信很快我们双鱼就能够调整好你们自己的一个情绪和心态，真正的就又开始能够比较积极的来面对你的生活啊、工作啊各个方面。同时权杖4呢，其实这个牌面上面是一个很稳定的状态，就代表你慢慢的在各个方面是能够走上正轨。我们之前在这个月亮牌里面的那种很颠簸啊、起伏啊、纠结的状态，是可以通过你们这一段时间的调整和努力平复下来的。所以我觉得未来可期啊，不要一直陷在这个情绪和情感的泥淖当中。那我们最后来翻3张牌啊，看一看就是塔罗牌给我们双鱼的一个建议啊。这边出现的是力量、圣杯3的逆位和教皇的逆位啊。那么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告诫我们的双鱼，要对感情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要只是顾着玩，也不要乱搞男女关系，可以以一个合作的态度去跟身边的朋友去交流，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保持认真的关系和谨慎的态度啊。同时这个力量牌呢，也是会表明啊，就是如果你感觉到好像比如说被生活当中的一些不顺心而牵着鼻子走的话，或者说为脱单的这件事情特别焦虑的话，那你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去做好平衡。你要知道自己是
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戒骄戒躁方能始终。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双鱼很有这个能力来掌控你自己的生活，只要你想，应该是可以让你的人生按照你期待的那个方向去走的。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坚定的想法和目标。那么最后这个教皇的逆位啊出现在这里，我建议我们的双鱼啊要坚定自己的想法，不要被太多外界的声音和信息所干扰。就像这个力量牌一样啊，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轴心骨的话，其实你很难去做决定，你也会特别的摇摆和痛苦，你可能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往往就会过得很纠结。那当你明确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其实你能很快的确定和决定，并且能够实质行动，那么月亮这张牌就不会成为你未来的一个挑战。